没有骑过林道的朋友，我操！今天这一集来参加一位机车 YT 鲁特举办的野人秘境越野初阶体验营。从以前骑车到现在，大部分都是在一般的公路骑行。经过了朋友的介绍来参加这个体验营，当时心里想说，应该就是骑比较不一样的路而已吧。但就是第一次骑这种不一样的路，会颠覆以往我对骑车的感知。这一天的行程，上午会在南投的着色林道，下午会在5界一线天的西床里面骑行。究竟这种轻度的越野跟一般我们在公路骑车的感觉，到底有多大的差异呢？如果没有骑过林道的人，继续看下去，大概就会知道差异在哪里。现在就用我的第一视角来带你们大家看看那天我上山又下溪的整个体验吧。哇！嗨，大家好，我是孟哥。哇，今天是期待很久的行程啊！今天要去参加鲁特的野人秘境团5界一线天，去南投骑车。今天同行的是我们车友何浪 ，Hello， 哎，何浪也是上周，你看开那个手排车，开那个 Swift Sport， 这台车也是很经典啊。哎，我对车也是蛮有兴趣的，改天有机会来介绍一下这台车好了。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台湾开手排车的感受。哦，真的应该会很有感受哦。对。那鲁特这个行程呢，它是2天，第一天要先到那个南投的埔里的麒麟山庄。去那边试装备，然后行前讲解啊，然后让你试一下车子这样子。那第2天呢才是骑车行程。那现在差不多下午3点左右，我们从基隆出发，待会埔里见啊。哎，到麒麟山庄了，刚刚沿路啊。一直下雨到这边，希望明天能够好天，不要下雨。那后面这个越野车啊，应该就是明天我们要骑的车。刚刚我们check in完，好像看到鲁特在里面，去跟他打个招呼。哟，我是鲁特，终于见到鲁特本人了。这一次来参加这个野人秘境的行程，就是被这个越野车鲁特的行程所吸引。因为鲁特的影片里面都是骑越野车居多嘛。对，大部分都是林道啊，然后哪里啊，秘境啊那一种的。对，那我比较想要了解的是说，骑这个越野车啊，它有什么门槛吗？譬如说参加这个活动，它会不会很困难之类的？其实我觉得一开始最多人就是听到越野这2个字的时候，脑海中浮现的第一个点就是你骑一台车，然后去什么旁边都是悬崖，对，或者是你就是要把那台车骑到整台就是摔得乱七八糟的。可是其实，在现实生活里面的越野车，当然不太可能会骑到那样。对，因为如果一开始初学者来说的话，当然就是我们就是骑简单的入门的，对，入门的那个叫我比较偏好把它叫非铺装路面，它就只是离开柏油路，然后但是呢，它的路面上会有一颗凸起来的那种石头，但是它那个石头的障碍不会说到真的你要什么弹离合器啦，你要箍起来啦才过得去的那种，不是，基本上我们那种就是你补个油门就可以顺顺的过了，然后一般只要会骑挡车的都可以设。只要会骑挡车的话，绝对就是你来的话，基本上都可以骑得完。然后一线天比较刺激一点，因为一线天会玩水。哦，会玩水。对，然后前阵子台风，哇，所以更刺激。那如果这个要报名的话，一般都是要经过哪个管道报名？如果要报名的话，是通过我的那个官方 LINE。一开始那时候也很多人就是有在问我们说，到底要怎么报名？哦，趁这个机会顺便回一下，就是抱歉，不是我不回你们，是真的太多了，我回不完。对，所以如果你们有看到的话呢，就是直接去扫那个我影片下面都会有一个连结啊，或是 QR code 啊，去扫那个就会加到我官方 LINE。对，然后官方 LINE 里面就可以报名。哦，那期待一下明天的行程。期待明天的行程，超期待。对，我一定把它弄到挂的。好。倒在地上给大家看 ，OK。鲁特本人真的超亲切的，我们来介绍一下他们的车款吧。这台是 Honda 的CRF 150，也就是明天我们要骑的车。那这个是打档的，你看它的座高，我178公分，2脚还可以平放，所以如果身高跟我差不多，或是大概你在170左右的，这台车基本上没问题啊。那如果你真的是像女生身高比较矮的，或是你对身高很没有信心的，他们还有缩小版的越野车，带你去看一下。我觉得这个可以称为越野界中的哈雷，你看，超可爱的，哇！我觉得这身高可能150、160骑都没问题，所以你想要享受这种山林骑行中的打档乐趣，然后身高又没有很高的话呢，他们都有车辆可以选择。这个够高追呢，这好小台，有没有觉得超可爱的？但如果你又不会打档，不用怕，还有车可以选择。就是这台 Honda CT125。
这台坐起来，一样坐高非常亲民。重点是它不用打档，所以不会打档的你们呢，弄蛮欢乐了。骑这台，我觉得如果在山里面骑啊，应该会非常舒服，可以真正好好尽情的享受在山里面骑车的感觉。那我们明天早上大概8点左右集合，期待一下明天的行程哦。明天让你们，明天让你们看看摔爆的孟哥。大家早安。昨天因为比较晚，就没有跟大家介绍房间。这个房间转一圈给大家看，它的大小还蛮大间的，1600块的价格 ，CP 值上很高，厕所也蛮大间，然后又很干净，冷气很凉。我觉得在外面住啊，就是要大间宽敞啊，住一晚下来，很累呢，那个疲劳感就会消失，还蛮舒服的一个房型。那这边还有附早餐哦，我们先吃早餐吧。A few moments later. 写下免责声明书。现在大家准备在着装，然后选车子。我选的这一台皮卡丘的，够追。待会就准备要出发了，超期待的。还有去鲁特张讲的话，期待哦。来这边要出发前，大家选一下自己感觉顺眼的车，然后里面骑一圈，试一下车子的性能，看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个越野车一跨上来，真的是完全不同的感受啊！准备出发啦 ，Go！ 拜拜。好家在今天大好天呐！鲁特这个1线天的行程啊，那个行程表上面是写大概来回大概6个小时，然后中间他们说还会带我们去一个地方坐着休息一下，喝个咖啡，看到这个山就舒服啊。我是第一次骑越野车，我的感觉是除了转弯啊、倾斜会比较大一点，要适应一下以外，那其他都没什么太大的问题。然后这个车啊也没有档位显示，像我的大野狼都有档显，这个没有，那稍微适应一下。那其实有骑单车的，稍微骑个1分钟，感觉就做到了。这边要右转了，感觉开始有 feel 咯。鲁特在前面带团，都会注意看后面的车友有没有跟上。好，现在这边集合一下，准备进入林道了。何浪兴奋吗？好兴奋！刚起我就忍不住想要站起来。帅哥，你也是第一次来参加吗？对。你是从哪边来的？台南。台南哦，我们从基隆来的。是跟朋友来还是自己来？没有，自己来。自己来哦。很兴奋吧？很期待。这条林道叫左侧林道，应该都没有来过吧？没有。全台湾大概开放的林道大概有80几条，然后每一条开放的林道它都有这个红色的牌子。对，所以如果你们之后在这边骑出了兴趣之后想要去其他林道的话，你可以去入口处收集这个牌子啊，它都是红色的，都长这样子。然后左侧林道呢，这条林道非常的入门不是说简单，入门就是你骑过去，基本上你不需要太多的技巧，你只要补着油门你不需要大回油，也不需要大补油，基本上都可以顺的过去，然后可以骑得很舒服，不求快，我们就是稳稳的骑。安全下装最重要 ，OK。然后等一下再进去的时候啊，你会看到这个路上有没有水沟盖？有2段的水沟盖呢，它中间有缺齿，所以会凹进去，就是整个是凹进去的。所以遇到那边的时候，我会速度慢下来，然后我会打个手势让你们知道。相信我，从这个红色牌子进去之后，会跟你平常所熟悉骑车的世界是完全不同的世界。我们现在准备从左侧林道那边入口准备进去，现在是9点半。那看一下总共骑乘整段路呢要骑多少时间？出发喽！进到这个小路啊，你看，只有1台车的路宽，这个就开始真的有在骑林道的感觉。哇，好壮丽的山景啊！这边要慢哦，这边有空隙，要特别小心。这条林道鲁特说算是很入门的一条林道，目前骑起来这个路面啊，你就会感觉说跟一般你在外面骑车的感觉就是。除了颠簸感比较大以外，因为路面不平嘛，凹凹凸凸的，目前还没有觉得比较不一样的地方。这个我觉得女生来应该都可以很轻松驾驭。哈哈，轻松驾驭，差不多再过10分钟，我会为这句话感到后悔。前面这段柏油路只是让你稍微热身一下，让你屁股休解呀。好壮观啊，各位！真的在跟骑一般公路那个感觉完全是不同的意境啊！骑到山里面，你会有一种特别放松的感觉。这一段是有点碎石路。这个越野车真的厉害，轻轻松松。这个如果骑我的大野狼，应该会骑得很辛苦。
然后现在后轮呢会感觉有点在摆动，这就是骑越野车的乐趣吗？哦，这边要左转。我现在整段进来全部都是这种小的碎石路。哦，河浪已经站起来了，我也站一下好了。哦，是哦，这边就比较湿滑了，这边就要稍微放慢一下下。哦，但是我看他们还是冲好快，往玻璃行。哇，那个鲁特真的骑车技术好好。哦，现在进来这边蛮颠簸的哦，这边路段开始就有一点比较稍微有趣一点了。刚刚过了那段很颠簸路段，然后又会好走一小段之后，又会再走到这种砂石路啊。好，等一下车友们，看起来都跟上了。OK， 各位，这个左侧林道如果是一般的挡车啊，我建议不要轻易尝试进来，会很难开。刚很多路段真的是需要这种底盘很高的越野车才可以克服的路段啊，在这种地方骑车真的完全不同的体验啊！终于理解为什么要把脚伸出来了，因为随时要做一点平衡。现在这段就比较好走一点了，它都是一段一段的。现在完全能够体会为什么要站起来骑，因为在这种很颠簸的路面，你站起来骑会比较舒服一点，屁股比较不会痛。原来是这样子的感觉。哦，现在很多烂泥巴路。哦，哇，差点滑倒。真的是最简单的路段吗？各位，你们可以听得到引擎跟我现在整个人晃的震得很厉害吗？哎，可是不得不说，这个越野车真的很厉害耶！真的是这种越野车才有办法克服这种路面。各位相信我，你们来参加这个鲁线，你们来参加这个鲁特的1000天行程，你们一定不会失望的。这个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好玩100倍啊！我现在整个感觉啊，就是你骑这段路啊，你要稍微身体平衡要做好。那基本上你怎么让它去晃啊，让它去撇啊，都不用太担心。哦，这边有水坑哦。哇，有很多那种烂泥巴。撇了一下。我现在就是很完整的记录这段行程了，给你们大家看，尽量不做太多剪接，那你们就可以看到整个完整的一个路况，所骑乘的一个感觉。前天下过雨啊，真的是特别的湿滑，像这种比较烂泥巴，真的速度就要稍微慢一点点。哇！这边记得要穿靴子哦，而且一定要穿防水的。现在有过这种无数的烂泥巴水坑，整个脚全部都是泥土了。哇，撇了好大一下。哎呦，哇，河浪差一点，太嗨了吧！过 K 了。哇，这段超级湿滑。还有各位来骑这个路啊，前一天那个要睡饱一点，要储备好你的体能，因为会有点累哦。这是另外一批车友，这段路已经算稍微比较好走了，然后油门可以稍微吹快一点。目前大概已经骑了半个小时，以我这样子骑车的体能呢，目前大概会消耗大概20%到30%。好，鲁特，你刚出发的时候说这是已经是最入门、最低阶的吗？
就是算是入门，对。这对我没有骑过来讲，应该对我来讲，你们应该会觉得很刺激啦，很刺激，对，就是好玩嘛，对，在整路上整个震到不行了。震到不行，对，的确是这样啊。然后重点是，我觉得它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它没有那一种很大的障碍。哦，对，会需要你真的用很多技巧或是很多体力去过。就是你只要保持好平衡，对，你只要保持好平衡就好。然后你车子有在动，基本上就 OK 了。真的很好玩。对，这个入门的会怕的也不用太担心了。对，会滑而已啊。会滑。对，看小体验滑乐可以了，超好玩。那我们现在那边中场休息一下。有人已经快不行了，你有没有发现那个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画面呢是有点抖的，有一点手在抖。看一下大家，手在喘，小夸，手在喘，妈呢，我小夸你回来，赶快让他休息一下。哦，再出发喽！刚刚大概休息个10到15分钟，真的需要休息一下。刚刚好，已经快到我差不多很想要喊暂停一下的时候了。哎，这个也是拍 YouTube 的大头。哎呦，哇！我靠！刚刚心跳漏2拍。哇！刚刚被草割到嘴巴。但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你骑这种路，你不能怕，你就是油门一直敢吹就给它掉啊。然后几乎全程啊。几乎都是用二档在骑。另外啊，我觉得鲁特愿意办这种活动啊，真的是我们这种没有骑过林道的或是这种越野路线的喜欢骑车的朋友啊，一个很大的福音。好，然后也会很注重大家的安全啊，像整路下来，他也是都会很关心大家的这个状况。他这个路线啊，有趣的是，好险，它都是一段一段，就是一段路很难骑，然后一段会让你稍微好骑一下，中场还是会让你稍微有喘息的空间啊。如果没有骑过越野车、没有骑过林道的朋友，我操！还好啊。哇，完蛋了，撞到膝盖。等一下，我喘息一下。好。那我好，碰一下。哇 ，sorry， 因为它滑哦。吓到？不是，不刹就会撞下去。这个护具真的要戴好。我现在撞到的是膝盖，刚下去很痛，但是还好，休息一下应该还好。跟离休息的地方只剩下不到2分钟。好，可以，我看一下，站起来，因为刚好撞到没有护具的地方，哦，滑下去直接撞了边。刚刚应该是那个石头滑掉。对，不然就会有心理准备了。对不起，皮卡丘。皮卡丘真的被，确定真的没怎样？应该目前还好，不过应该是里面有擦伤，就是这个被让我滑倒了。看到这个要特别小心，刚好黄色的又有水，正常啊，这个越野车日常啊。越野车日常，对。可以，继续。我们骑这个就是护具要齐全。真的要齐全。拍照打卡点到了。哦，这个是290场。哇，还好。哦，化肥就这个洞而已，还好。好险这边有护具啊，他们这边应该整个就是变迷糊啊。对，这种事很常发生，就是要有护具。一定要有护具啦，不然你那个就等于说你膝盖是整个直接拔落，我刚刚就是你的拔就是直接下去嘛。我刚刚整个膝盖整个下去磨。大家可以敲碗看到他的脸整个下去磨的，磨一磨会不会变比较帅？增色不少，但我喷出去我完全没事。喷出去。所以你有倒是？因为我压到石头，我先喷的。我跟你讲，哦，你有倒下去？对，我喷出去了。所以你没事？我没事。这一集的片头就是你先摔之后换我摔。出来那个急救包啊，一定要带一下，我都有这个习惯。我跟各位说啊，就是很多人问我说，因为我剪片都去咖啡厅剪，很多人就很常问我说，到底哪一间的咖啡比较好喝？摔完车的咖啡最好喝。真的呢。摔车后的咖啡熊猫，我等一下也要品尝一下。赞啊！各位刚发现呢，这边也凹成一块，不过还好啦，这个都算小伤了。鲁特，你知道吗？跟我出去的同行的车友啊，我那些朋友啊，他们出去几乎每一次都会有一台车摔，然后他们都说，为什么是我的频道？我从来都没摔过车嘛。我说，不要讲就没事了。结果我的频道第一摔，就在献给鲁特。就是你，哇，这样是算光荣吗？
我跟你讲，骑这个一定会摔，但是我们不用成为就是最会骑的那一个人，我们只要成为最耐摔的那一个就好。真的，而且我就是很耐摔，摔久就有经验了，摔久就有经验了，就知道下一次着陆的时候要从哪边。就是要以什么样的姿势下去比较不会受伤。真的，对，车子就不用管它，因为很多人他们就是倒下去的时候啊，他们会想要去救车子。哦。可是这样你反而会被车子拖着走，对，那样会受更大的伤。直接跳开你就把车丢了就对了。看一下皮卡丘有没有受伤，还行啊，还好。越野车真的就是那里摔啊，都没什么事。真的好强，好厉害哦！回去才不会对不起珍珍，没办法交代。各位刚刚有看到我摔车吗？有。感觉怎么样？看人家摔车很爽。你们最好等一下大家要小心点。你们都第一次来参加那个这种越野道吗？我们第一次，全部都第一次，全部都第一次，我也是第一次。第一次比较容易摔的。那再来，你们会想来第二次吗？我蛮想玩，好玩对不对？会想参加那个进阶版2.0版？还想买车？真的，你跟我想法一样。就这样跟大家聊着聊着，也忘记脚上的痛。我们现在所在的休息点，就是我们这个初阶班着色林道的终点站。各位现在画面上看到了290厂石碑旁边还有铁链拴着，表示里面还有在运作，这边就不能进去喽。但旁边还是有路可以继续往山里面走。但是因为我们行程的关系，现在已经接近中午，待会我们下午呢就要去5界一线天，要往河床里面去骑了。在这里，鲁特很贴心的在石碑旁边帮大家拍个照，为大家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我们现在就是要从原路走回去，刚刚那个红色牌子入口处那边，然后才从另外一条路下去西床，先去吃饭，吃完饭再去那个5界一线天。哎呦，和尚每次都是惊险的哦，他今天应该第3次吧，第3次发生这种差点倒车，小心啊！背着包包真的很难骑。我背。整个重心会。对，换我背好了，我来。拍谁？没关系，你们怎么样？我还好。背包包重心偏掉。他重心偏掉，没关系，我来背，我背习惯了。等一下，因为这边下山全部都是下坡，你跟前车距离离远一点，然后尽量都用后刹车哦，不要用前刹车。来到这种林道骑车，就算平常在外面骑车技术再好，来到这边一律都归零了，就像婴儿一样开始学走路。这种林道的石头路，上坡跟下坡骑乘的技巧都有点不太一样，尤其是下坡，尽量不要按前刹车，很容易打滑。跟后轮不一样的是，一旦前轮打滑，车子就很难掌控得住，然后人就撇出去了。刚刚对和尚真的是很不好意思，因为我的包包器材非常重，他也是好心想说帮我分担一下重量，帮我背一小段，结果又不小心摔了第2次车，好险人没有大碍就好。我现在回程下坡也蛮刺激的，那个要骑这个林道啊。早餐不要吃太饱，应该会震到吐出来。好，现在出来路口之后右转，现在要往溪谷里面去了。哇，好壮观呐！从着色林道的入口处要骑到待会我们要进溪谷的入口处那边呢，大概要骑15到20分钟的路程。鲁特也帮我们安排在了入口处的一间小吃店来用餐。请问鲁特，那个下一段的行程啊，会比较轻松了吧？会不一定，蛮看人的，就是水会比较深一点。水会比较深。最近有那个台风嘛，对。然后最近上礼拜雨也下得比较大。那我们昨天下去的时候，最深的差不多有超过膝盖一点的。所以可能车子下去可能会掉在车里面。对，快要1点。不到1点啊。那很刺激耶。要注意的是那个水流会比较急一点。那这样那个水不会跑进排气管里面吗？如果你倒下去就会啊。了解。倒下去我们就要排水。我相信你的技术可以的啦。应该 OK 啦，应该 OK 啦。刚刚吃土嘛，现在吃水。吃水比较不痛啊。哇，开始兴奋了。等一下开始要溯溪喽。好，出发喽！他们那一团先出发。哇，这个女生骑这个比较小台的，我称为越野哈雷，好可爱啊！帅哦，女生骑这个真的蛮帅的。2团的人一起，车变好多，好热闹。刚沿路看到很多那个德利卡，就是载很多观光客，直接载他们去5界一线天那边。下溪床喽！
直接这样过溪耶，好嗨哦！哦，准备要全身湿啦！哇！哇，好另类的体验哦！本来心里想说，这个溯溪差不多就是这样了。结果呢，待会才是真正考验的开始，这边都只是热身而已啦。啊，脚全湿了。以前呢，都是远远眺望着溪谷的美景，第一次骑在这个溪谷之中，很难用形容词去形容，只能说被当前的这个景色呢，有点震撼住，实在是太漂亮了。平常的生活烦恼来这边完全都忘光光啦。一天这样2个行程啊，我真的是觉得超值回票价的。哦，这边可能比较深哦。都跟着前面的路线走，因为有一些地方比较深。好，看起来大家都顺利的过去喽。这个沙很软，这边下来要非常小心，落差很大。好，现在跟着他们的路线走。来喽！哦，哇，这个水流好强！啊，倒车！下来，1、2、3，1、2、3，来，让推一下。好，推一下。好。哇，现在有几台车掉卡。就像鲁特前面说过的，因为前几天下大雨的关系，所以溪水水位较高。这边是我们过的第2条溪流，想说应该差不多这样就很困难了吧？真正刺激的还在后面呢。哇，刚进来就这么刺激了！哇，这个河床的石头啊，都比较大颗，然后土超松软。从这边开始过的溪流，水位就有开始越来越深的趋势了。我靠！哇，真爽，整个鞋都湿了。这个真的不容易，因为它水其实蛮深的，但因为这个越野车啊，排气管都在最上方，所以基本上只要不倒车，排气管就不会进水。那在这个过的这个水的过程中，就是一档，不要拉离合器，然后慢慢一直吹，油门不要放，基本上它就不会倒，就会一直过来这样。好。刚刚我们已经过了，这个应该是第3条溪了，现在准备要再过下一条。哇，这个水流其实蛮湍急的，哇，现在那个女生有点卡住了。哎，厉害！倒车！哦，这个有点刺激哦。哇哦！哇，这台吉姆尼强哦，这种路应该对这种车应该是小 case。各位，看现在这个天，感觉快下雨了，拜托千万不要下雨。哦，出发喽！现在这边啊，石头很大颗，所以这边尽量我想还是不要倒车的好，要不然这个石头卡了也就挺矮。前面这个女生好会骑哦。这个路还好，哎呦，会滑，超滑。从刚刚进来溪谷到这边，这是我们要过的第5道溪流，也是目前我们遇到最困难的一道。画面上可以看到，现在溪流非常的湍急，水里面也蛮深的。我靠，这感觉很刺激啊！加油加油！好，换我来了。一档嘛，一档。你等下龙头要有点偏左边，因为水流它下面中间那边水流很强。好，没问题。好，来了各位，现在因为下面水流很强，快放力哦，冲啊！
哇哇，太嗨了吧！倒了！哎呀！那边这个真的不好过。好，他们现在在决定要不要换路线，因为那边如果上去的话，石头很大颗，反而可能也会危险。这边的话上来比较石头比较小颗，那这边上来，可是因为这边水流很急，所以很难骑。那可能用牵的会比较好。哦，那看来最后妥协用牵的会比较保险一点。哇，确实这样安全许多，因为这边骑真的太容易倒车了。哇，这个厉害！中间这边这个太深了，真的好深。对，会很容易就像刚才那台农药绳，它泡到里面，那等一下就要排水，哦，就会大概要超过30分钟。哇，这么久哦！之前我们排最快一次是10分钟啦，所以尽量就用牵的比较安全。对，用牵的，至少人也会比较安全。哦，我刚刚看你摔了好几次，还好吧？漂亮。啊，真的？哎，有受伤吗？没有伤口，但应该有伤。哦，那小心小心。第5次涉水。好，我现在就跟着他们的路线走。哎，感觉这个叫没那么困难。哈哈哈！啊，这个比较轻松一点，不深啊。哦呦，好美哦！看到这个美景，值得了。接下来剩余要过的溪流就比较没有那么湍急，水也没那么深了，相对来说就好过很多了。稳的啦！哎，不是我们现在在那边中场休息一下吗？我们中场休息，真的有点累呢。哎，这样总共要过几道水啊？差不多6道啦，6、7道才会到。我也没有认真数过。哦，我刚刚好像数到6道，所以在2、3道就可以到。差不多在2、3道，对。然后骑这个会比较累的是因为就是你的手太想要抓好它了啊，真的。对，但当然是要抓没错，但是我觉得最主要的力量是用那个脚、大腿、核心。可是我发现好像过那个水就是离合器绝对不能拉。当然不能拉，对，绝对不能拉。对，因为你要一直有动力，你才可以。对，因为下去的时候你油门反而要补多一点，因为侧向的水流，也会把你冲掉，会一直把我拉过去。对，所以你的那个往左往右的那个力量要再多一点。好刺激啊！对，好爽。所以骑越野车是一个运动，真的，它是一项运动。对，大家都觉得我们在飙车，错，它是一项。对，我们也有小飙车，我觉得它可以纳入那个奥运项目。好，跟他比赛哦。希望有一天我认识的前辈们可以代表台湾参加比赛。当然，鲁特就是其中之一人选。没有，我去摔车的。好，等等，一线天见好不好？快到了。OK， 再撑一下。对 ，Go。太猛了吧！哦。好嗨的声音哦！哈哈哈。哦，好来，各位照我的步骤，不要拉离合器，一直过就对了。哦，摆尾，这边石头好大颗哦！哦呦，我去，还行吗？还行。刚刚水流那个水流也蛮急的。对啊，你要一直往水流的另外一个方向去。哇，好多人在拍照。前面看到大家很多人倒车，这个是很正常的现象，因为大家平常都没有骑林道的经验，所以大家也不用太过紧张。只要你把护具确实的穿戴好，倒车的时候人赶快跳开，放心，这种车只要速度不快呢，基本上都很耐摔。那这趟旅程你就可以玩得非常尽兴啦。长途的。我靠！啊！太夸张！不要走左边啊，因为左边非常深啊。刚刚有一台车靠得太左边，差点人车就不见了，大家都捏了一把冷汗啊。哦，神龙摆尾。OK， go。现在在上坡。从路口进来之后，总共过了8条溪流，终于到达了我们今天最后一个目的地——界一线天。嗨，各位，一线天到了。
这边待会下去呢就是一线天了。5界一线天，哇！解锁这一段路进来真的我没到，但是真的超好玩。两座山壁之间露出这一条窄窄的细缝，造就了如此的美景，俗称5界一线天。可惜今天水流太湍急，没办法下来拍照，那不然这边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拍照打卡点啊。那个，你们看起来年轻，你们第一次参加这个吗？对啊，第一次骑越野车走这个林道，对，感觉怎么样？很爽，很爽。你呢？很酷，很酷，蛮好玩的。你呢？你有什么感觉？快被冲走了。你有倒车吗？没有，都没倒车。没有，你们都没倒，好厉害哦！这个过程很好玩这个体验一般不会体验到。真的真的，这是外面一般无法体验到的。赞，谢谢。玩累了来这边吃一下，3行100，老板娘3样100嘛。对，3个100，一个这个是马告香肠、鸡腿卷，然后还有那个糯米肠跟甜不辣。对，错，来这边还有得吃，真的会累呢。你累爆了吧？累爆。等一下我们还要开车回基隆。真的很累。待会回去的话，就是还要再沿路骑回去吧。然后我们最后何浪再开车让我们回去了，辛苦你了。不会，感谢，这一趟我们这样一辈子深刻的回忆啊！真的，我吃土吃了2次。好险水没有雷进去。哦，对，水雷进去就再洗澡一下。他车子也要排水，很麻烦。哦，对，让排水说快则10分钟，慢则半小时。那差不多吃完，等一下准备回程了。从宁静的早晨发动油门的那刻开始，一路激情到了现在。骑车穿越过这一段段鬼斧神工自然的景观，确实是一段令人澎湃的旅程。但旅程总会有接近尾声的时候，这个时候身体的疲惫是一种甜美的疲惫，心中充满了对这自然之美的感激。这天下来可以说是非常充实跟满足。这次的经历对我来说，不仅是一次身体的锻炼，也是一次心灵上的洗礼。之前在公路上骑车，我把它称为一种运动，但这次经过这个山林溪野之行，你可以把它当作就是像健身一样。我相信人只要活在这个世界上，一定会有各式各样的压力。那我选择释放压力的方式就是骑车。骑车对我来说最大的魅力，就是可以让我感受到那种无拘无束的自由感，并且在这个骑行的过程中，我身心都能够得到放松，而且也很愉悦。再来，我认为它对身体也很健康，因为它是一种有氧运动，不只能提升体能，还可以提升你的心肺功能，让你的身体更健康。再来跟开车对比起来呢，骑车也是比较环保的一种方式，减少碳排放，对环境也比较友好。并且在长途的骑行中，骑车到处都充满了挑战。我觉得它能够激发出人的潜能，而且也能够培养你的毅力。譬如你在外面骑车了一整天，很累了，要回家的时候，发现还有100公里才可以回到家，这个时候你的潜能就会被激发出来，因为你还是得骑回家。最后，我觉得骑车也是一种很好的社交活动，它能够结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骑重型机车或一般挡车已经不是男生专属的运动。目前统计考重机驾照的10个里面有1个是女生，搞不好在这之中你会找到你的另一半。在荧幕面前观看的你们，如果你们想要学骑重机或学骑挡车，或者是像这种轻度的越野山林溪谷之行，那就开始行动吧！就让摩托车这项交通工具带你们去探索更多台湾美丽的角落。不要忘了，回程的时候我们还是要过来的时候的那8道溪流。现在回到了第5道溪流，也就是水比较深的这一段。现在鲁特还在找比较好走路线。我们刚刚下来的时候是从这边下来，那边太深，所以一台一台牵过来。现在可能要往那边，应该会比较好走。好，各位，鲁特要先带我走第1台。因为那边水实在是太深，所以要从这边很大颗的石头这边过去，从这边渡河会比较容易一点。好，来咯。换河浪，追哦！哇，哇，哇，好猛！哇！在现场看这台车真的超猛，俗话说高手在民间啊，但是呢，下一句就是失手在阴间，这应该是高手等级的，看看就好哈，不要乱学。德利卡就是厉害啊！我靠，超猛！感觉坐这个德利卡进来应该也是很晃啊。
这整段路程除了这段溪水比较深以外，另外这边我把它称为好汉坡，也是蛮有挑战性的，又湿又滑，滑来滑去。OK， OK。回程也蛮刺激的，随时放水危险，尽速离开河床。所以这边放水的时候，人就要赶快离开。这边看来要尽量往右。OK。我终于知道他们那边为什么会偏左，因为那边好像有一颗大石头卡在那边，会一直把你导引过去左边。可能是前面体力已经用的差不多了，最后回程的过程其实还蛮累的。这边已经是要过了倒数第2个溪流，想说差不多已经快结束的时候，忘记说这边其实还有一个坡，最后这个才是大魔王等级的坡。现在最后这段上去，我觉得也算是大魔王的坡啊，因为途短了，下来的时候还比较容易，上去感觉比较没那么容易。哇！油门补多一点没关系 ，OK， 滑没关系。好。不得不说，整趟这个溪谷的行程里面，后轮在土里面挖沙是一件非常有乐趣的事情。各位，这趟值回票价了。就像我刚到营区的时候说的，女生不会打档也不用怕，他们这边也有不用打档的车。你看这位美女，她也是骑打档的，也可以征服这一次的旅程，没问题的啦。各位，赶快来玩吧！你说刚倒下去那段水已经算是高阶的过溪了，对，已经到大腿了。所以今天已经超过我们体验的，值回票价了，值回票价了，各位。第一次体验就是考验，可以直接越级了。耶！最后大伙在这边集合后，要准备回营地啦。如果要我讲今天这个旅程用1-2句形容词来形容的话，我觉得最贴切的形容词就是刺激、刺激再刺激。对于没有骑过这种林道跟溪野的我来说，大概只有这个形容词。那如果你平常也是跟我一样，都只是在公路骑车的人，真的来体验看看，你不会后悔。就算你不会买越野车来骑，来体验，也绝对是值回票价。在我的人生观里面，人生什么都带不走，唯一带着走的只有体验。唯有体验过，你才知道什么叫做骑越野车的乐趣。回来了，真正我对不起你的皮卡丘。看起来还好啦，还蛮干净。对，有吃土。再去骑一下好了。你看吧，真正说骑不够，骑爆！而且我让他完整的回来。今天真的很开心有这个荣幸来参加鲁特这个团，但重点是很开心有鲁特愿意他来做这个工作，让我们有这个机会能够接触到这个圈子这样。是，因为一般对啦，你这样说是对，因为真的一般人其实通常他身边如果没有朋友在骑这个的话。通常要么就是买车了之后不知道找谁骑，对，要么就是很想要骑，但是就是因为身边没有人在骑，所以他不敢买车，没有管道，对，没有管道。那我觉得今天你不管是男生女生，年轻的或是有年纪的，我觉得来这边参加这个都没有问题，对，因为他有没有打档的车子，然后鲁特也很细心，会很照料到大家的安全。骑的时候一直往后看啊，真的，如果你看到画面，他至少回头，我想尽量100次吧。对啊，所以我跟你讲，有一次我带回来的时候，我就是落枕，然后因为我隔天还要再带，所以我就变成这样，就是在骑的时候，我就整个人要这样转过去。可是呢，我还蛮好奇一件事情，就是不知道你今天骑完之后，虽然有倒车，我说真的，倒车我有吓一跳，因为有痛到，但是那个痛一下就解除了，因为有护膝。然后今天我的整体感受，今天大概用了70-80%的体力，但是恢复一下就好了。为什么？因为你这个过程中啊，你很累，但是你很快乐，所以不会觉得累。真的，你会期待下一次，然后时间会觉得过得很快，超快，这6小时过很快，感觉像1-2个小时，1-2个小时，真的不夸张，你会觉得那个记忆点已经过了吗？这已经回来了。我发现他也很能干话，没有，真的，看
啊，我是讲真心话。哦，那就好，那就好，现在那就好。回到这边好像神还在那边。对对，一定要来参加，没有体验过的，想体验的来找你，对不对？没错，耶，下次再来，圆满成功。圆满成功。凤哥也骑得很好啦。对，谢谢啦今天呢，我也算是兑现我昨晚的承诺了哎，把它搞爆，真的，有爆，真的像我早上讲的，起爆，骑爆，没错，就是要骑爆。摔爆。等一下我再拿一张贴纸给你。好，我会贴到我身上。没错，耶，那个我刚才本来要给那个孟哥贴纸，然后结果呢起爆没了，所以呢我决定要给他，下次可不会这样约了。下次可不会相约，双关语。对，意思就是下次不会跟你这样约了。哦，好，听得懂吗？哦，来了，哇！下次可能不会这样约。这个我内心真的有这种感觉。对啊，是太硬吗？今天不是说才骑八成力而已吗 OK 的，小 case，OK，好，大家再看，把这个贴纸贴到他车上。说到做到，贴这边好了。睡啦。下次可能不会这样约了，到底要不要约呢？这好问题，我要思考一下。可能真的不会这样约了。好了，还是会约了。